好，我们要来看到哈，在美国这几天很多人讨论的是拜登的国情咨文。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啦，这一次的国情咨文为什么这么多人关注？除了今年是选举年之外，大家也发现了，在此之前，上个礼拜呢，你可以看到他很努力的希望把以巴这边瞧到停火，结果没办法。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有外媒就直接在他们标题的上面写到说，他国情咨文现在可能没东西可以写了。所以这一回大家都想看看选举年他怎么讲。结果呢，他在从白宫去到国会的这个路上，就发现既有的那条道路被抗议者给封路了。因为呢，很多人在抗议什么？抗议种族灭绝啊！他们呢就穿着印有拜登留给后代只有种族灭绝的标语上衣，表达的就是对于加萨战争拜登政府他们的不满，甚至呢，在他发表国情咨文的过程当中，还一度被人给打断。来听听这个画面。All Americans deserve the freedom to be safe, and America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I took office. The year before I took office, murder rates went up 30%. 30% they went up. The biggest increase in history. 好，后来这个人呢被请出去了，甚至呢还上了手铐。那有人就去问他到底是谁，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孩子其实呢就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自杀式攻击当中丧命了。他就是他的爸爸，还要出来为他的孩子来发声。其实，在这一次的国情咨文当中，因为是选举年，大家都想知道拜登你到底要再做些什么，你要告诉大家你做了些什么。本来呢，大家就知道他一定会提到两件事，一个是俄乌战争，一个呢则是加萨走廊事件。像俄乌呢，他一开始就讲到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同时呢不会向普京来屈服，甚至呢在这一次国情咨文当中，他也提到了台海和平，说他们重申一贯立场，要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这当中呢，当然就包括了太平洋地区，还有南太地区等等等啊。重点来了，其实讲这么多，目标还是在中国，要确保这些美国最先进的技术不会被对岸给拿去。那大家开始在讲啦，就在他发表国情咨文的当下，其实对岸呢也在进行两会，这两件事情呢把它摆在一起看，分析认为啦，其实呢到目前为止，台湾问题这一块，在北京这边掌握的是完全统一战略的主动性，也就是说呢，现在好像球就在他这一边了，两岸之间基本上美中都关注，更别说台湾了，因为这个是跟我们有关、密切相关、身家相关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来说呢，除了说在选举年，拜登希望不要变成变数，希望尽量和平稳定之外，另一件事就是，到底他这里面有关于前任，也就是现在有可能再跟他来竞选这个未来这一任的川普。有人说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好，可是一直在抨击前任，前后后有13次，68分钟的时间里面，他打了对方13次，甚至还呛说他只有在选赢的时候才爱国。也因此呢，所有的媒体都评论说，这应该就是有史以来最具有政治选举色彩的一次国情咨文年度演讲之一。那后面的这个众议长呢，基本上是共和党的，说呢看起来脸色真的很糟糕，是最糟糕的扑克脸。至于川普本人，据说呢是在他的湖滨山庄这边呢来同步观看，同时呢他也炮轰这个是史上最糟的国情咨文，直接呛他是美国之耻。确实啦，看下来，不管是外媒，又或者是呢，在这个东方这边的媒体都认为这个就很像是造势大会。但是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在这68分钟的时间，拜登想要给大家什么样的信息？美国社会又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因为吴老师在他去的路上，根本他就没有办法安安稳稳的到国会山庄，他还必须绕路走。其实我们知道拜登他面对很大的压力。选到目前为止，他的声望一直起不来。然后在这个3月5号的超级星期二，当然了，拜登跟川普都很少对手，那川普更是把那个 Nikki Haley 整个 KO 掉，对，然后宣布说，他其实川普已经说他在竞选初期是说他要在3月5号直接海放那个 Nikki Haley，他先放话，没想到真的可以达成。那
拜登看到眼里，他当然会紧张。而且在6大摇摆州哈，除了宾州还这边跳来跳去，我在观察宾州啦哈，因为宾州是这个拜登的故乡。除了宾州有时候跳来跳去之外，大概的几个摇摆州哈，川普10拿9稳。那基本上如果在美国大选拿他摇摆州的候选人，基本上他当选几率很大。这是为什么拜登这一次的国情咨文哈，变成一个很像造势大会。基本上国情咨文应该是推销自己在过去啊这3年的任期哈。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特别在选举前，他要把他的经济问题，他有说啦，就业率降低啦，经济变好啦，美国史无前例的好啊，而且什么我们正在上升啊，讲了很多这个。问题是他的主要对手，主要的论调还是在攻击这个川普。那我们为什么来看呢？其实我还是要回到这个摇摆州，特别像密西根州。密西根州这一次非常有趣哈，虽然拜登拿到80%的选票，看似是赢了，但是不要忘了，他其中有13%的选民他去投一个叫 uncommitted， 就不确定，这是不确定人，就我不想要投。这些人以前是投给拜登的，他们一开始他们那个组织人，他本来想说我们只要1万票的这个 uncommitted vote 就好，结果这一次冲出来10万票，10万票这种 uncommitted vote 是什么概念？跟各位观众讲一下。其实哈，这个2012年奥巴马在连任的时候哈，密西根初选这些不承诺支持的票大概就是2万票而已，2万1000票。今年10万票，5倍，那拜登还要选吗？拜登很危险哈。那我们看2020年拜登在密西根州哈，大概是赢15万票，15万4000多票击败川普。那你今年这10万票不见了，你非常危险。所以为什么我可以反过来看哈？拜登这一次在国情咨文又开始炮轰猛烈。当然了，这个密西根州是全这个美国阿拉伯裔最多的的地方，大概30万左右的中东裔在这边。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事件哈，特别是以哈战争，那拜登其实我觉得他处理的相当的不好。当然这也是他们中东问题不断叠加上去造成的结果啦。只怪拜登当然他的整个危机处理不太好，也不能全部怪他，因为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犯了太多的错误，只是没有人真的要去解决，也不能解决，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那边已经杀红了眼，特别拜登旁边又是所有的犹太人把他包围住。如果你被犹太人包围住，你怎么可能做出一个反犹太人的动作？不可能。当你不做反犹太人的动作，你就间接做成种族迫害啦，支持巴勒斯坦人全部都上来抗议啊，把你封起来啊，对不对？那影响到什么？影响到拜登的年轻选票。好，那我们知道这年轻选票是民主党最重要的一个声量，拜登上去也是年轻人。我们讲成也年轻人啊，可能败也年轻人。所以这一次年轻人选票在许多关键上面可能会从拜登手中流失掉。特别我们讲的，不管是这个所谓种族灭绝也好，我们这个以哈战争也好，乌克兰战争也是个议题也好，它在经济上面啊，其实美国通膨、高房价、高物价，这些年轻人他们都吃不消了。那你还要再出来投吗？含泪投拜登吗？这点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拜登现在捉襟见肘了。他整个外交影响到内政，内政又影响到外交，它是个连贯的东西，它没办法从中间去解决这个内生性的问题。好，那我觉得他在大选是岌岌可危。是好，到底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国情咨文，他能把人拉回来一些，因为彬哥对他来讲，因为他现在有非常多的症结点嘛，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比如说他太老啦，他外交处理不好啊，其实这一些民生议题或者是他的未来政策议题，他应该在这件事情上面68分钟完整的来告诉大家他的通盘理念。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说不是呢，你都是拿来当成你的造势大会，你变成你的政治色彩，要来宣示跟要来打压你的前任的一个重要场域。其实他也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他到底有什么好事可以讲，也没有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很石破天惊的重大决策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也只能够就把它转变成一个造势大会。当然，以国情咨文来说，一直在批评自己的政治对手，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但是没办法，他就是这样做。那我觉得，大概现在对美国人来讲非常困扰，就是他们可能很讨厌川普，可是拜登实在又让人家支持不下去。特别是拜登不只是这个做的不怎么样，他的年龄还有他的心智，恐怕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美国人会非常难选择，就是你讨厌川普，可是拜登又投不下去，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拜登自己现在整个已经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他被犹太人辖制之后，就变成他在这个加沙走廊议题上面只能够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
那你无条件支持以色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即使美国还跟欧洲这些国家还算是盟主之一哦，可是联合国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提案，然后一直被美国否决。那这是干什么？你认为这只是中俄在搞美国吗？不是哦，其实表示欧洲这一些人也看不下去了哦，也是故意又用这种方式要去凸显，不是我们不想帮加沙走廊，是美国一直在挡。那这个对美国的威信是非常大的伤害。那拜登很可能是他这一任就是美国失去世界警察地位，然后在全世界的威望中落的一个转捩点。可能拜登这一任就会达成这个目标，美国不再有可信度。所以这个是对美国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趋向。所以对美国人来说，他们甚至有人会觉得让川普上来也不错，至少在川普任内的时候，在外交上面没有遭遇到现在这么重大的挫败。是因为在拜登的时候，在外交上面是乏善可陈的，几乎阿富汗也丢了，然后中东现在看起来美国根本搞不定，然后加沙走廊又出现这样的状况，乌俄战争还在那边延续，所以拜登看起来他的内政不行，外交更差，看起来是一无是处啊，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标，大家没注意到吗？过去非常支持拜登的泰勒斯今年也不讲话。有啊，他鼓励大家投票啦。他只是鼓励大家投票啊，但是他不像以前那么明确的，就是直接跳出来挺拜登。一个过去这么明确支持你的人，现在突然之间变得相对保守了，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我认为拜登现在面临的难关是非常大，他要克服恐怕是非常不容易。泰勒斯他可能最近自己也忙了哦，在开着巡回演唱会。但是当然啦，因为讲到泰勒斯，大家都觉得说他这背后所代表就是他的歌迷，而他对歌迷有影响力，那就是年轻选票的来源。但想要请教一下郑吉将军，你怎么样来看？因为大家现在在看拜登的这件事情上面，都会认为他跟2场战争他处理的不好牵扯在一起，这问题非常多。对啊，你要争取年轻选票，按理说你应该在年轻人的就业或者年轻人工作，要给他希望，你才能够去争取嘛。你现在去整个国情咨文，你现在重点放在外交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你就走错方向，也有可能说他实在是内政这个提不出来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我们现在看，其实美国现在来讲，我们从最近这段时间，其实大家最关注的什么是德州那边的移民问题，对不对？你拜登没办法解决，那你留给川普攻击你的很多的靶子。那第二个是校园枪支的问题，年轻人这种枪支治安的问题，在前一阵子也连续发生不断的这种枪击案件、校园的血腥案件，然后造成他这个大家民心惶惶。第三个我要讲这个内政方面来讲，他现在经济通膨，他也面临解决不了。我昨天看到一个数字，就是美国人啊，最重要的我们食衣住行嘛，食来讲的话，他总收入的这用在吃的东西要11%，对，也就是我收入的11%是用在吃的，那你剩下这个剩下来的钱，你要支付其他不管是学费啦、住宿啦各方面来讲的话，就捉襟见肘。所以现在美国家乐福执行长居然推出一个说，晚餐我们不要再吃牛排了，我们就吃麦片。这个可见的说，食物对他们来讲的话，已经对一般中下阶层的民众来讲，光要吃饱一个肚子都很难了。那另外住的部分是更严重的，现在房租不断的上涨，美国很少有一些人他是不买房子，他都是靠租的。那租金上涨的结果，不只是说他个人形成一个街友，他全家变成街友，这种例子我想说很多。那这些是你的内政问题。当你这些问题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你怎么去获得年轻人的选票？但是说在外交方面，俄乌战争其实这2场战打到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拜登为什么一直强调要援乌？你知道，以我们军事观念来看的话，乌克兰可能在今年大概就会投降了啦。这个从阿夫迪夫卡战败以后，美军连续3辆战车被击毁 M1 的战车。我知道一件事情，美军给乌克兰的时候，给他支援他这种战车的时候，特别跟他讲说，我这战车出去的时候有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前面要派一辆扫雷车在前面扫雷，第二个就是你后面要有一辆拖车，万一我的战车抛锚，你要赶快把我拖回来啊。第三个就是你不能放在第一线。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美军这 M1 战车，它都已经乌克兰都把它用到第一线，为了救阿夫迪夫卡撤退的守军都冲到第一线，可见得说这种状况是非常紧急的。那昨天我看到第3辆被击毁战车，它是什么？是被地雷炸断那个履带，可见得它乌克兰现在已经没有心思顾到美国要求他要怎么样在作战的时候运用这种 M1 战车。从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乌克兰在这场战争里面，如果要获胜的几率是不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拜登在大声的疾呼，一定要赶快支援乌克兰。那之所以说加沙战争来讲的话，现在拜登也面临两难，一个是你要不要放纵以色列去屠城，我们都知道最后打到拉法那边了嘛，那再进去的话来讲，就是种族灭绝了。你等于说他们没有退路，埃及也不可能让他们退到埃及去，他处理不了这些难民。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一个是人道的问题，第二个是对以色列这些金主你怎么交代，这东西对拜登来讲都是两难。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拜登来讲的话，可能今年要选举对他来讲是极为不利了。我们先进下广告，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好，我们刚才说美国螺丝要拴紧之外，这家公司螺丝也得拴紧，就是波音。好，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还在讲，用台湾人的观点，就是这扣零爱最盖，为什么太夸张了？5天3失误，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失误。直接透过画面来看吧。首先呢，3月8号，好，当时呢大家就在问波音，怎么这个民航机有办法降落滑行的时候是直接滑出跑道，轮胎还整个掉下来，你看到他整个人就倾斜在这个跑道上面，大家都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降落怎么会滑行到滑出跑道呢？卡在那里很奇怪，还好是呢没有重大的这个人员受伤。另外呢，前一天他才发生什么事情，这也很扯。好，就是呢飞机才刚刚起飞30秒之后，你看那个红圈圈有没有看到？红圈圈上面一个轮子掉下来，后来还砸到了车辆，车子的挡风玻璃还因此被这一颗轮子给砸破。屋主这个车主呢，这很无奈啊，我车子只是停在飞机场旁边，怎么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件？没人想到飞机起飞会发生这样的事。好，很扯了吧？再来3月4号，也就是在几天之前，飞机呢说才刚刚起飞而已，突然发现了，引擎怎么会冒出火光？哇，所有的人吓坏了，赶快紧急迫降。这一些都是这几天5天之内飞鹰的3大重要飞安失误，大家就想问，每一项都很夸张，每一项都超乎我们的想象跟逻辑。波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去年到今年，一直看到波音的新闻，现在他们也说内部要改革。那怎么改革呢？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是不是透过奖金发放的机制，更多呢让它跟质量、跟安全指标做挂钩，希望让大家提升这样子的概念或者是理念，让大家更上紧发条，用鼓励的方式鼓励大家更注重飞安安全。好，大家就开始在问啦，这一些都是重大的失误，这么重大的这一些民航讯息，那波音又是美国的大公司，那拜登总统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看起来好像没有，因为他比较在意的，其实还是不管是在空中的、在地上的、在海上的这一些，中国都在跟他竞争。他要强调，我们绝对可以应付所有一切。听听他原话。For years, I've heard many of my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friends say that China is on the rise and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They've got it backwards. I've been saying it for over 4 years, even when I wasn't president. America's rising. We have the b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since I've come to office, our GDP is up, our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is down to the lowest point in over a decade. And we're standing up against China's unfair economic practices. I want competition with China, not conflict. And we're in a stronger position to win the conflict of the 21st century against China than anyone else, for that matter, than any time as well. 好，结果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呢，这个美国就业数据失业率才上升，然后美股呢又不是很好，那大家就在想说，你到底有没有搞清楚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你现在呢希望跟中国做竞争，但很多时候其实啦，伤敌800，这自损的可能还有1000呢。好，现在呢中方怎么回应？他强调，不管你们谁当总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中美关系就是不是你输我赢，不是零和博弈，所以啦，他们反对用竞争的方式来定义中美关系，也不要再对我们抹黑，甚至是打着竞争的旗帜，事实上是在限制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讲的是什么？讲的当然就是过往的华为，现在很有可能会变成
比亚迪。好，华为现在呢说它的5G 移动现在在核心网上面呢已经连续6年排第1了。Global Data 呢告诉大家说，它里面呢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去看，通通都是 leader， 连续6年摘下桂冠。好，这也是报告自发布以来第一个获得全领域满分的厂家。那大家当然就会讲啦，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它不是被围堵了吗？基本上呢，现在在围堵的这个部分呢，美国并没有松手，甚至呢，最近你也看到新闻呢，它要求日本、要求荷兰还要再缩紧一点点。那也因为要来反制。习近平讲话了嘛，大家必须要好好来做研发，那不要放弃旧的，我们要开发新的。他们要推规模最大的晶片基金，这里头要集资8500亿元，全部都要用来发展尖端技术，也就是说，未来不要再被卡脖子。彭博社直接讲啦，说现在的华为跟中兴啊，基本上已经在颁禁之前，就禁令颁布之前，他们就用美国的技术来造出了7奈米。好，这个是呢匿名消息人士、业内人士所提供的讯息，但是美国商务部的讲法是说，基本上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兴是有办法产生7奈米晶片的，没有任何的证据。包括雷蒙多他在听证会里头也都是这样说。但是呢，确实他现在是有出来这个 Mate 60了，大家就在问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更先进的晶片，而且就他现在的这个量产度来看，感觉它也取得了一定的稳定程度了。这一些都是美国非常在意的。回过头要请教彬哥了，美国在意的事情很多，但是看起来啦，波音这几年来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虽然在意，但却好像一直使不上力，也没有办法有一个明确的改进。我觉得波音是一个系统性结构的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不相信它是犯太岁的话，那它应该就是系统性的问题，因为它不是只发生在一个机型，或是一个地方，对，而是全面性全球的波音都出现问题，而且各种机型都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波音显然是它整个公司的结构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是这几年，据说他为了追求利润的关系，所以做了很多改革。那这些改革现在出来的效果，就反映在他的问题上面了。所以我觉得，波音如果不赶快针对问题去进行补强的话，我想你单纯什么增加奖金啊，或什么东西，大概是救不了这些危机的。因为现在看起来是全面的螺丝全掉光了，不是掉了一颗螺丝，是全部都松散掉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我其实看到他这个感觉很像什么，你知道？感觉很像台湾的食安。我们的台湾的食安也是系统性、结构性的问题。那前阵子他不才刚说个案吗？对啊，马上就变系统性啦。现在是什么东西全部都出问题啊？对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波音要赶快去改进的。那拜登呢？我是觉得，你不是一直说是你是世界第一强国吗？那你还要崛起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你要崛起到哪里，我觉得很奇怪。第一个不知道在说什么，第二个也就是。所以去年美国经济表现确实比较好一点，有超乎市场的预期。可是问题是你不要忘了，在你任内，美国迎来了40年来最严重的通膨，你忘记这件事情了吗？然后美国现在贫富差距也是越拉越大，然后你的负债赤字越拉越高，然后你的政府3不5时就要面临shutdown的风险，你都忘记这些事情了吗？所以你光是这样子强颜欢笑、打肿脸充胖子，去告诉大家你很强是没有用的。你要考虑到美国人民自己内心实质的感受。中国跟大陆不是中国跟美国确实是在处于竞争的状态，这种竞争状态未来好几十年可能都会持续。可是问题是，你现在是用这种压制的方式，就是斩断高科技的方式，想要去压制中国大陆。你现在是正在逼迫中国大陆去发展它自己的高科技，因为中国大陆它长期被封锁，所以它已经造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是全世界很少数在所有的产业都有一定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你要逼迫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全能性的国家吗？你逼迫中国大陆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之后，那到最后你要怎么去跟他抗衡呢？所以我真的觉得美国自己要好好仔细想清楚。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正将军怎么看？这是美国波音出这个事情啊，只是冰山一角啊。当然不要忘了，它这个前一阵子波音来讲的话，它除了轮胎掉以外，它这个飞机舱门也掉。那大家，我在提醒大家哈，去年的时候，美国的火车脱轨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它一年火车脱轨有1704次，那你想想看这种东西有多严重？
拜登在他刚当选的时候，他曾经发下豪语，他要做基础建设，甚至要盖高铁。到现在为止，好像一事无成，他基础建设几乎都没有办法完成。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很明显就是制造业在落后。也因此，美国知道自己制造业在落后，他知道他大概目前强项就是第一个是金融服务业嘛，第二个就是它的科技。那以前来讲，它是$15，对不对？跟黄金美元$15，然后接着下来它军事霸权美元。现在来讲，他想用晶片来讲维持它美元的霸势。但是这次来讲，我们看昨天开的两会，这个中共它的两会开的特别提出一个新的名词。这个李强他特别说了一个，在经济方面要发展新质量的企业。什么叫新质量的企业？具体来说，我想就是晶片。第一个就是 AI 晶片，或者是说它的电动车、能源车这些东西，是它将来未来在经贸上面、工业上面发展一个重点。那这次来讲的话，我们从华为来看好了。各位要知道，我讲一个，华为去年来讲的话，全世界的专利排行获得申请到专利排行第一名的是 IBM 公司，第二名是华为，第三名是哪一家？腾讯，还是中国的企业？那如果说是以含金量来讲的话，就是华为第一名，因为它的这个申请的专利里面最有价值。这次能够帮华为制造出来晶片，我想说，去年的时候，华为刚推出 Mate 60的时候，大家都在猜，后来拆解开来发现它居然是7奈米，大家都很讶异。现在来讲，彭博社啊，他说是美国的科林公司跟这个应用材料公司提供它这些设施，提供它这些器材来，让它能够制造出7奈米。然后我在想，另外一个，我们昨天看到一则新闻是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跟他们荷兰政府说，我要出走了，你不让我卖东西给中国，我企业会垮掉，我赚不到钱，那我留在你荷兰没有用，我要到别的国家去，要到法国去。但是荷兰现在立了一个法规啦，不准艾斯摩尔离开。所以从以上种种，我们发现说是中国来讲会在晶片方面这个加大它不管是国家力量或力道，或者是财务他们提供加大来资源，然后来发展它，设定它未来5年之内希望在科技方面能够超过美国。是，请教一下吴老师。其实拜登这个国情咨文其实他是3年多以来，他最可以去讲他在外交上面怎么样围堵中国。就他这次讲了7行，很短，而且不仅没有讲出它的特点，还讲了说美国在崛起。其实这种话语，其实中国2004、05年的时候，他们就写了一个中国正在崛起，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后来他们讲大陆是讲和平发展，他不敢和平崛起。对。那拜登在讲什么？美国崛起，这个是我觉得用词有一点怪。为什么？其实现在在学界，我们主要在讨论就是美国是否衰弱啊。那当然我觉得他是讲不敢用这个字说美国在衰弱。但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美国到底有没有在衰弱这个问题，我们就看嘛，2011年到2020年，美国 GDP 的总占比啊，占世界总比量是2011年是21%，到了2020年是24.9%。其实美国的经济总体量在全球其实是上升的，它的总体量占比是上升，没有衰弱啦。但是比起中国大陆来讲，中国大陆2011年占的是10.3%，到2020年是17.4%。如果美国对中国一比较，它的确是在衰弱，因为中国人站起来，它是经济起来了 ，GDP 占比起来了，所以这样看起来美国是在衰弱，没有错。好，那不管是经济上面、科学上面、科技上面，我们讲的军事工业上面，美国都还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啊。所以我基本上如果没用这个问题说美国是否在衰弱，它的总体的可能比起以前它可能衰弱一点，但是它还是世界强权的地位。但是我们他怎么拜登会用说美国正在崛起，这点我们就觉得非常吊诡，听起来会让所有的观众也无礼物啦。那坦白来讲，美中竞争是一个常态性，竞争中也有合作，也是个常态性。是，特别到了大选年拜登他不想把这个话讲得太死，毕竟过去从布林肯、耶伦、雷蒙多气候大使都去访中了然后美中之间建立起一些默契，特别在红线上面的默契。这点上面，所以拜登会讲说，这次说我们与中国是竞争，要在竞争中取得胜利，但不求冲突。台海关系当然美中是关键哦，所以才会拜登的国情咨文引起了很多的关注。但刚刚我们提到，拜登在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台海必须要安全稳定。不过我们把这个谈话的比例用图来分析的时候，就一眼看得出来，到底用最多词的是什么，
然后包括以哈冲突啊、移民啊、经济啊，就连堕胎罪都比他在讲到中国的时候出现的词还要多。中国的比例算是最少的，只有1分多钟。那发表了这一场第3次国情咨文，也是今年最后一场的演说，超过1个小时。大家关注也是因为影响了他接下来的重要的选情。这个国情咨文里面就特别说要跟中国来竞争，中国的外交部回应了，他说拜登的说法是希望跟中国竞争，而不是冲突哦。而美国现在正处于更强的地位，赢得竞争。毛宁的回应是，不管谁担任美国总统，中方始终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和平合作共赢的原则是一样的，要这样来处理中美关系。但显然现在很难真的这么的和平理性，很多的攻击跟冲突性的语言越来越多。例如，就连中国大陆的这个法国的驻大使卢沙也都讲得很硬哦。他说是战狼来了吗？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已经成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了，是一头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树后面。所以韬光养晦是邓小平1999年那个时代可以提冷静观察啦，稳住阵脚。现在已经没办法了，韬光养晦已经韬不了光，养不了晦了吗？这种鹰派的言论一定也在中国大陆内部越来越抬头，而中国大陆做了一系列的动作里，要对抗美中冲突里头，包括了删除美国这个行动，叫做一个 Delete A 的行动，是什么呢？从一直2022年开始的，就要求暗中发布的这份文件被曝光了，说是79号文件，要求中国内部包括金融啊、能源啊各方面的国有企业都限期在2027年前要汰换 IT 系统，有外国软体通通要杀掉，杀光光外国软体，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影响。对于这些企业的心理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不想制造啊，怕什么？就是怕是不是真的完全脱钩，甚至有更高的冲突在其中。而目前据说这个指令实施到现在，根据报道的话，已经见到成效 ，delete 差不多了啦然后接下来呢，两边 delete 越来越多，越没有更多的善意的时候，美国国会两党更是现在选举期间要以禁 TikTok 来做强硬的一个做法拜登还特别回应说，只要国会这里通过了提案，那他就会签署，因为在美国使用 TikTok 的人数1.7亿的这个用户，权益会被影响要求字节跳动这家公司的165天必须出售，让其他的公司来接手，母公司不出售的话就要全面禁用。当然也引起了一些反制的消费者行为，包括抖音也向用户推播通知，以白色大字黑底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写停止关闭 stop 停止关闭 TikTok 现在又要发生的这样的文字，鼓励用户去致电给国会反对这样的法案。那么果然，这个众议员盖拉格就办公室涌入了很多接不完民众的陈情电话，抗议要求不可以这样做，有没有用呢？在美国的这个民主国会的运作方式有用吗？但说现在惊喜大不同的一个人是谁？川普现在在呼声很高，接下来的竞选的挑战里头，所以他却跳出来捍卫 TikTok，这很难得。过去他也是抗中的但是他说如果干掉抖音，那脸书跟祖克伯的业务就会翻倍因为可能上次大选脸书对他很不利吧，所以他不希望上次选举当中作弊的脸书会做得更好。他说脸书才是美国真正的敌人可能大家在盘算这些政治资源的时候，先想的是自己的利益，这也是必然。亮哥，所以美国对于中国现在的态度现在拜登显然还希望在稳定当中控制，来选举当中是他的战略嘛？我上你那个第一张图就看出他那个国情咨文几个大主题啦那大概也是跟川普有分歧的，就是这些大主题，比如说民主，那就是在强调它有价值嘛，川普没有价值嘛，对不对？那以色列大概是民主共和共同的主题啦。那堕胎权就是民主党要坚持的，那反移民就是共和党要坚持的事实上，大概目前两个党主要的争执议题就是经济然后乌克兰战争还有移民。那反中坦白讲，两个党都差不多啦所以基本上就是拜登不能示弱，所以你才会看到 TikTok 这种议题又浮上来了那他知道直接去禁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不会同意了，你没有这个权利，你要有证据
啊，所以他现在就转了一个方向，要求北京的母公司要把股权卖掉。那北京母公司目前占 TikTok 的比重啊，我估计至少还有70%啊，因为他前一阵子在跟那个美国像 Cisco 啦，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有转移部分的股权给美国的公司啦，可是绝大部分股权还是在北京的手里啊，就是字节跳动这家公司啊。坦白讲，这个也有宪法的争议啦，你凭什么叫一家公司要卖出它的股权呢？侵害私人的产业啊，除非你有证据嘛，是说他做了某些事嘛，不然坦白讲也是可以提告啦。宪法是保障他们。不，因为这个议题在川普2020年、2019那时候就搞过一次，那结果没有结果啊，因为我是觉得一定会有一些法律界的人出来帮 TikTok 的忙啊，就是说，你没有证据，你凭什么立这样的法啊？所以这个还有的搞啦，而且。因为使用 TikTok 美国人啊，然后用这个来赚到钱的人还不少，因为他也用这个来带货啊。事实上，现在中国抖音主要是一个带货的平台啦。说实在，你如果去看过中国的，你就知道了，它跟 TikTok 还不太一样。TikTok 是以个人的节目为主嘛，对不对？可是也有一些人开始用带货了，所以你也会得罪蛮多一些个人的小公司啦。他就赚到一些小钱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还有得走了。那至于中国大陆那个删除美国的行动，这个事实上就是从华为来的啦。华为就是希望它的制造的过程不要用到美国的零件嘛，因为它被美国制裁成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大陆有一些国营公司就想要跟进。那目前大概比较明显的是，比如说那个桌上电脑。就不要用 Dell 的啦啊，比如说网络零组件就不要用 Cisco 的啊，大概是这一些啦。可是会不会扩散到其他的民营公司，现在还不知道。而且是不是所有的国营企业，还是说它有列举跟治安、跟国安比较有关的国营企业？这个目前它的规模还不知道，可是真的有在执行，啊。因为这个是好像是《华尔街日报》吧，拿到了那个爆料了，听说只有1页啊，叫做79号文件啊。那他们一开始也半信半疑，可是经过查证是真的有在做，那只是不确定它的范围有多大这样啊。那我认为这个态势在今年就是很不乐观啊。这个美国因为在选举嘛，所以对中国尤其是科技战。我认为只会越来越上纲，那越来越没有明显的标准，就他认为是就是，所以这个当然就会使得中美要做生意的不确定性就会急剧升高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王毅在两会讲的那个演讲，事实上他对美国也是相当不客气的，所以中美在今年我认为是关系，我们可以说是最糟的一年了。那明年。会不会再招？现在还有的观察。是，当然美中现在就是处于互相删除的阶段，那么全面不准用华为哦，那中国全面删除美国，但其实比较模糊，跟我们前一段的议题是一样的。你要认定人家违法，比方第一集的定义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主观认定的时候，那自然就会变成越来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口水战了。教授，其实 TikTok 这一次在美国众议院，它这个叫做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哈，全票表决通过，50-0，但通过什么东西呢？说你必须要在165天之内剥离你旗下的这个 TikTok 应用程序跟中国的这个母公司，就是字节跳动，否则 TikTok 将会在各大的应用商店被禁止上架。所以被禁止上架，那现在 TikTok 有多少人在用？在美国1.7亿人，1.7亿个用户，好，这是外界的统计 ，TikTok 自己统计在1.5，美国人口多少？3.3，所以2个人用一个，啊，2个人就有一个在用 TikTok。那这样这个情况，他当然知道这个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通过，你要到院会通过，你参议院要通过，你拜登要签字，然后你可以把它告上法院。all the way 可以到最高法院，一定会被驳回，因为这违宪嘛，是你没有任何的证据。
但各位，为什么50位议员这么多，要对 TikTok 下手？他真的怕中国大陆透过 TikTok 来去掌握那个美国的资讯年轻人吗？对不对？它就像是另外一个网联汽车，你到哪里它都可以知道这些资讯。No， 各位，去年12月的时候，《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就讲出来真实的话了。TikTok 是上面呈现最完整加沙战争的这个所有的一切。《华尔街日报》在去年12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年轻人上了 TikTok 就马上看到这个加沙战争所呈现出来的这些这个层面，但不是我们应该要告诉他们的，应该告诉他们是哈马斯怎么样去实行恐攻然后呢，到了你就看到了，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就有文章在提到这个 TikTok 事实上是教育我们美国这个对于所谓反犹主义的扩大，因为它太真实的呈现，所以就后来 TikTok 的这个董事长不是在美国参议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出现那个糗状吗？那个叫做 Josh Cotton 自己都搞不清楚，你有没有 Tom Cotton？ 你有没有中国国籍？你有没有什么问了一大堆，自己搞不清楚？但是呢 ，TikTok 还是退让了。他后来在那个点击的数量上把它给拿掉了，因为它会数量上会呈现说，它会帮你推，然后会告诉你说，哪一些影片是受到重视的。各位，美国的议员之所以在追杀 TikTok， 除了因为是它背后是中国大陆的母公司之外，现在这个根本不可能真的成案，所以才会50-0。关键是它对于整个这个加沙事件，对于犹太集团在美国的影响力会产生很严重的侵蚀。美国犹太全国委员会在他的网站上就很清楚，那这一次的超级星期二，他新支持的就有32个美国众议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他说全部当选，有多少？有10个是西班牙裔的，有多少？有10个左右是这个进步派的，他都把它列出来。然后他是后面的一句话，我们非常高兴支持以色列的民主党这个议员能够继续的连任32个虽然不多，但是他显然是挑的这个重要的关键。所以这里面呈现的是美国的真正的深层政府。深层政府什么意思？就真的在操作影响这个国家决策，而你看到的表面也许是一个美中之间的对抗，但里面呢可能是另外一个更深层、更复杂的东西。将军，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除了这个刚才所讲的 TikTok 这些软件之外，我认为还包括的这个经济这一方面的竞争，因为美国的这个国债今年从34兆开始，34兆美元到今年年底可能就是突破37兆美元，因为它的国债利息的增加，还有它的贸易逆差，会造成美国的这个国债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这样，美国在经济这一方面的话，表现可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贸易竞争，或者是经济上的竞争，或者是科技上的竞争，就会受限，因为这是美国的底气就稍微弱了，因为经济的关系。而且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总统大选年，他要考虑到经济，因为想要连任就要把经济搞好。这样的话，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在经济这一方面呢，美国会考量的会比较多。第二个就是说，在国际因素，那国际因素的这个目前俄乌战争第3年在打这个以巴冲突，美国已经动用了3次否决权了，要以色列这个停战动用了3次否决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压力也是蛮大的，而且还包括红海的也门的胡塞组织，还摧毁了这个货轮滚装货轮，都会造成美国在这一方面很大的压力。那这样的话，跟中国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有时候除了竞争之外，不要忘了会有合作？我的认为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毕竟中国大陆的它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有这方面的影响力。那最重要的，我们讲到回到军事这一方面，回到军事这一方面，美国的占全世界的军火市场占40%，全世界这国防预算通通加起来，全世界这195个通通加起来2.2兆美元。2.2兆美元，大家知道，将近有1/3是要买武器的。那1/3买武器，那那个美国占有全世界的武器市场40%。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你看，包含这个俄乌战争，美国武器供不应求，对不对？以巴冲突，西妖拐西5A 的飞机不断的往以色列运
以色列所需要的这个武器跟火力是这个样。那我们光看我们台湾都订的 F-16都 delay 1年多了，对，台湾还包括买的这个海马斯火箭还没交货嘞 ，MI2 还往后交货嘞，也包括了海上卫士的无人机也延后交货，都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美国在这一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有一些区域是有争端、是有战争、是有冲突、是有矛盾的状况之下，你看美国那个军工产业供不应求，所以你的单子都要往后面去挪，因为这些马上线上要所要使用都要插单进来。所以你看美国在这一方面，它在军事上还是在这个国际的领域当中，它还算到目前为止还真是独占鳌头。而且美国在这方面它会操作，如果没有操作，可能俄乌战争呢早可能在去年就已经结束了。但是美国在这方面它会有策略性的操作，这样呢，美国在从中才可以获到它所获得的军事上还有军工产业上的效益。看完美中的关系，来看看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呢。这一场很受关注，就是问到饱的唯一一场两会记者会啊。外长王毅唯独被说，只有一个国家的记者没有被点到，叫日本媒体哦。记者会里回应了21题啊，很多各国的媒体都问了啊，其中涉及大陆的外交思维啊，还有中外关系，就是中日关系。完全没有提到。那毛宁特别回应说：“哎呀，其实这个只是时间的关系而已，不可能回答每个记者的问题啊。希望日本的媒体能够理解。但日本是不是现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降到了冰点吗？那日本3大车商现在在大陆的销售额很惨，新车销售大减，2月下滑30%以上。”那其中包括了丰田、本田、日产，2月公布出来的资料，在中国境内真的都惨兮兮、惨不忍睹哦，比不上当然大陆自己国产汽车之外，也的确竞争力在各国都在下降，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那其中有一个比较软性的议题是漫画家鸟山明去世的消息之后，中国大陆倒是很罕见的来发表了哀悼跟赞誉，说他的作品在华深受欢迎啊。这个鸟山明去世的消息还在微博热搜第1名，累读阅读量高达了5.7亿，就表示这是一个善意的共鸣，他的作品是共同的回忆。那其中外部发言人毛宁还特别回应，他说鸟山先生是著名的漫画家，作品在中国也深受欢迎。网友的讨论是说，他的去世可以惊动中国外交部出来讲话。这可能是中日唯一有共识的话题，是这样吗？关系真的很紧张吗？来看看印度外长要准备访问日本加强印太合作，呼吁日企要积极投资到印度去。而日美呢关系也是如此，美国的国会马上就要邀请这个岸田文雄到美国拜登之外，也要在美国国会4月11号进行演说。所以共同社报道啦，那美军接下来日方正考虑美军舰在日本造船厂大规模维修的这个消息呢，就有更多军事上跟美国的回应跟合作。但问题是，每日新闻报道啦，现在到底谁最适合担任下一任首相？岸田文雄现任啊，这么大动作要到美国去做更多军事合作的岸田，却只得到了1%的支持度。那么，因为当然自己同党的这个民意代表们也出了一些状况啦，这些消息是蛮负面的。去年11月18号的消息，现在上了各大媒体，也就是说，自民党青年局进基地区的会议上面，居然邀请了5名衣着暴露的女舞者到场。那同时里面有什么嘴对嘴送小费、肢体接触、用手去塞钞票、塞纸类物品、触摸身体等等。重点来了，就是这些行为呢，费用来自于公款啊。所以引起了民意非常大的哗然去挞伐，因此自民党形象近来也大受冲击，连带了也影响了岸田文雄嘛。那反观日本跟中国关系，似乎现在感觉是冰点啊。其他国家呢，马来西亚跟澳洲呢，马来西亚现在已经重启新高铁计划了，中汽去竞标。那么这一次反而鼓励美国加强跟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这是马来西亚总理自己说的。反而日本的公司没有提交方案，过去一直会积极去竞逐相关的这个高铁计划的日本，这次相对的比较安静。而中国还恢复了澳洲的乳制品，记得吗？中澳关系很紧张的时候，红酒啦，各种龙虾都进。现在是已经在农业部长的宣布里头告诉大家，龙虾生产呢已经开始
驻华障碍降除喽，快要消失了，所以开始恢复正常了吗？牛肉跟乳制品面对的障碍也开始缓解了。那尤其比亚迪引领中国电动车要到澳洲去，这个更友善的市场，就代表双方的贸易交流是越来越友善。对比之下，日中的关系、中日的关系，是不是却没有办法那么友善跟热络？日本跟中国确实陆续爆发几个矛盾都没有解啦。大家记得的就是那个核污染水的排放嘛，到现在都没有任何退让啊。然后还有菲律宾最近得到了那艘日本提供的海巡船2000吨，不是差点跟中国海警船撞上嘛？那也是日本给的啊。然后日本现在因为美国的造船业落后太远嘛。那即时需要船只的维修，那日本现在可能目前已经盛传了，说美国可能会在日本未来军舰的维修就会在日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处理跟服务啦。日本应该也是答应了啦。那这个当然也是就是严重是美日联盟在对抗中国嘛。那更不要说去年日本通过的那个战略白皮书。那几乎是公开就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了，那也包括他要发展1000公里的，就是长程飞弹啊，然后要做到1000枚，那也从美国买了战斧飞弹等等啊，还有他跟台湾的一些逐渐，这个大概是暗中进行的一些军事上的一些交流啦，默契。比如说有人就传这个潜舰国造，事实上日本是有协助的。这个中国大陆一定会听到一些风声啦。你看我刚刚这样才稍微练一下，就一大串，就是日本跟中国确实有这2年来有非常多不友善的动作啊。那而且未来因为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嘛，又会打击到日本的销售，那日本国民这个抗中的心理可能就更强硬了啊。因为我有看那个日本内部的民调啊，现在对中国有好感的可能不到10%，可能不到10%。事实上，韩国也很严重啊，韩国也是从经济面，它不断的被中国大陆追上嘛。那另外也是尹锡悦他的意识形态，他也是一面倒向美国了嘛啊。所以目前在整个亚洲地区，真的印度不算了哈，因为印度距离东南亚、东亚比较远啊。就是东南亚跟东亚这一块，日本跟韩国跟中国关系真的就是最不好的。那当然，以日本的体量，当然就是大家会注意到嘛。所以你说这个王毅故意不让他提问啊，意思就是大概也没什么好问的啦。比如说你美国记者大概也没有什么好问的啦，因为我怎么给你讲，你回去都只有给我写成负面的，就是有这个味道啦啊。这个永明兄是日本通啦，日本的媒体大部分对中国的报道也是负面居多啦，就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心理啦，就是说反正你回去都是写我的坏的部分啊，我跟你解释半天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是很麻烦啦，这个就是双方的敌意螺旋上升，然后也看不到有明显的转圜啊，这个一定要新的领导人上来才有办法啦，就像澳大利亚事实上也是美国结盟啊。可是这个新的这位领导人他就知道在经贸上还是要合作嘛，所以你就看到他们之间就有一些曙光出现啊。他让比亚迪进来啊，让他的海产各种农产品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大概是这样。的确交流越来越多，相较之下，中日关系是相对的低点。休息一下，继续更多深入的讨论。后来日中的关系，中日到底是不是关系比较冷了？这个时刻，连外交部长王毅他的记者会上没有点到日本，都被做文章，很大的关注，也代表双方关系的紧张吗？教授，其实，在整个东北亚你看日本、韩国啊、台湾拉下来的话，你大概过去其实跟美国的关系都是非常的密切不管是在各种这个经济上、军事上。那甚至娱乐文化大概都是如此，可是现在形成了一种中美对抗。这个过程当中过去这20-30年，
我们其实也都不自觉的没有注意到，我们跟中国大陆关系其实也是越来越密切，可是就有那种抗拒，你会觉得说它是太快的追上来，然后同时现在出现中美的对抗了之后呢，你当然选边，你就选一直比较熟悉的这个老大哥，那尤其他又把我们当做这个先锋，因为在太平洋的这一端，毕竟我们可以直接如果真要对抗的话，就当然是作为对抗中国大陆崛起或军事的第一线。那因此呢，你就形成就是说在名义上慢慢的有这样子的变化。可是真的你把它摊开来看不是只有政治人物主导而已，很多人其实有那个智慧了解到，即使是这个不只是两岸，中日之间也是一样。你看那个经团联，就日本最大的经济的这个团体会长叫石仓雅和。那去年年底的时候，在去年年底是中日和平条约签署的45周年，那是1978年签到现在那他就说，强烈要求中日双方要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坚持不懈的切实解决目前的问题，甚至要进行首脑之间的高级别的沟通。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说政治人物能够像澳洲一样能够去这个头脑清晰的话那你就会民间就一下子反应过来。那你现在澳洲的 BYD 那个比亚迪的这个汽车它虽然只有3款的 model 在就是日本在澳洲都一样但是居然在去年澳洲卖了将近12000台，6倍的成长然后呢，高铁是一样，高铁我现在觉得高铁有一个高铁人权了，以今天国际的这种就是说旅游跟这种商务甚至这个交通城市跟城市之间，尤其在人多的这个地方，建高铁是一种权利的。那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到很多地方很多国家因为政治的因素，把中国大陆介入参与到高铁的计划做拖延，因为日本的报价成本太高，欧洲也是如此我们台湾跟韩国根本没有什么高铁输出，所以呢，慢慢现在要开放出来，这样马来西亚就做对方向。其实每一个这个人民在人多的地方都可以有这个高铁，就跟你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是一样的道理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后来，当然中国市场崛起，其中电动车是全球关注的议题，因为电动车在比亚迪的市场里头，就算美中对抗，仍然在包括像澳洲的市场好了，也引起了很多讨论。对，像比亚迪，它的在去年年产量突破300万辆到302万辆，那这样的话，大陆市场它就进口从日本进口的日系的车就减少了。同时，比亚迪它今年还外销到美国，那美国的市场也会慢慢被比亚迪所吃掉，慢慢吃欧洲吧，美国应该没有进去。有，美国也将来要进去，会有这个样子。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那个他们要去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车市就慢慢变少了，因为中国大陆自己它的内需市场蛮大的，自己的产量也够大，会变成这个状况。那日本这样首当其冲，这日系的车对大陆的出口就会减少。另外我们来看的就是我们讲龙新高铁，从龙就是我们的吉隆坡嘛。新的话到新加坡，这350公里的这个铁路，我认为按照去年营运的模式，就是雅万高铁雅加达到万隆，